大家好，我是李申涛，朋友们都称呼我为木子。去年，我从珠穆朗玛峰海拔8000米的高度，驾着我的滑翔伞飞了下来。虽然我很想假装轻松地告诉你们，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好运气，最终完成了珠峰飞行的挑战，但通往梦想的道路注定充满了孤独、无助和艰辛。2015年，我去尼泊尔旅游，在博卡拉，我第一次体验了滑翔伞。那次飞行感觉非常美好。降落后，我兴奋地问教练：“学滑翔伞要多少钱？”他告诉我要好几万。那时候，我正想着怎么立足拉萨，我根本没有钱负担起这笔费用。当时我在想，我可能这辈子都飞不了滑翔伞。离我太遥远了。回到拉萨，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，我叫他王哥。王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滑翔伞飞行员，他的家乡河南灵州是世界一流的滑翔伞飞行圣地。灵州也是培养滑翔伞世界冠军的摇篮。那是在一次户外活动中，王哥不停地观察着我。活动结束后，他从他的车里拿出了他的滑翔伞，让我试一下。看着我第一次就能把伞拉上头顶，他兴奋地说：“你一定要去学滑翔伞。”于是2016年，在王哥的安排下，我去到河南灵州，跟随国家队的教练学习滑翔伞。飞伞前，我还喜欢登山，和所有的攀登者一样，我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登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。学会了飞伞，于是我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我想登上珠穆朗玛，然后飞下来。梦想很美好，但现实却很残酷。没有现成的经验告诉我该如何去做，就连我的队友都觉得完成这事儿的几率只有1/1000。那种感觉挺孤独的，就好像我身边有10000个朋友，但只有一个人在支持我。但仅仅是这一个人的支持，也能给我一些动力。我尝试认真地对待着这个被怀疑和嘲笑的梦想，开始摸索着训练。从海拔5000米到海拔7000米的雪山，一有机会，我就会尝试去飞行。2018年，我在一次训练中受伤了。那天天气不好，我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好。本来不应该去飞的，但是我就像着了魔一样，还是一个人去飞了。起飞后，我遇到天气突变，一股气流把我从空中重重地拍在了山坡上，导致我的胸椎爆裂。万幸没有伤到神经，但那一摔让我在床上躺了半年。那半年非常的无助，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废物，就连上厕所都要靠我父亲端盆儿。我能做的只有每天躺在硬板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那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换回我的健康，让我站起来，拿什么换我都愿意。我也在不断地思考，为什么会出现那次事故？为什么我当时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心魔？当我冷静下来，我觉得那次事故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儿。它让我对飞行、对攀登和对风险有了更深的思考。我告诉自己，今后的每一次飞行一定要认真去面对，要始终做好风险管理。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，一定不要去尝试。我调整好心态，积极地康复起来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去泡40多度的藏药，去找野温泉，去找康复师，独自一个人默默地躲在健身房里，锻炼着自己的背部肌肉。那段时光非常的无助，
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发现自己对速度产生了恐惧。2019年，我去兰州找到我的滑翔伞教练，在他的加持下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又一次飞向天空。起飞的那一瞬间，我告诉自己，别怕，珠峰的梦想还要继续。2023年，当我的飞行能力、团队和资金这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，我正式向珠峰发起了挑战。但是我还缺一样东西，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大家猜一下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叫山源，说白了就是山让不让我飞。之前我在飞青海的6178米的玉珠峰时，6天登了3次顶。第一次登顶，我在顶上等了4个半小时，因为天气原因飞不了。于是我把伞埋在了山顶，选择了下撤。第二次，我原本想上去把我的伞拿回来，但当我登顶后，我发现山顶白茫茫的一片，大雪和大雾让我根本找不见我的伞。于是我又一次下撤了。第3次，登顶后，我只是抓住了一个不到10秒的天气窗口，才艰难地飞出来。珠峰更是如此。如果他不让我飞，一直狂风大作，我最后还得灰溜溜地下来。珠峰的攀登，从5300米的大本营开始，会有4个营地，通常会在每一个营地进行休息调整，然后再出发。但是我和我的团队，为了赶5月17号的好天气窗口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跨营地式速攀，从海拔6400米的 C2 营地到海拔8000米的 C4 营地，我们持续地攀登了17个小时。在8000米开了2个小时的会，继续向顶峰攀登。我原本想抓住17号这个好的天气，既可以完成登顶，又可以完成飞伞。但当我攀登到8500米处时，我发现狂风大作，对讲机里传来了救援的声音。考虑到安全，我做出了下撤的决定。撤回8000米，休息了几个小时，我又一次向顶峰去攀登。然而这一次啊，当我攀登到8450米处时，我发现路绳上挂了一个人，他全身颤抖，说不出话来，身边没有任何人去帮助他。所有的攀登者都要跨过他，继续去向顶峰。我看到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比划着，他没有手指。我一下就想起来，这是我在大本营认识的那个马来西亚人，今年是他第3年攀登珠峰。第1年没有登顶，第2年因为冻伤截去了10根手指。当时如果不是我救他，他大概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们可能听说过8000米以上无救援这句话，因为在8000米以上的绝命海拔，每个人都身处危险当中。如果你去救一个人，很有可能搭上的是你自己的性命。那是我离珠峰最近的时刻，就300多米的海拔。再给我3个小时，我就可以站在世界之巅了。登顶珠峰不仅是我的梦想，也是团队的希望和赞助商沉甸甸的信任。如果救他，我就要放弃登顶。但在那一刻，顾不得想那么多了。我想让他活下去，我觉得生命比登顶更重要。我们都要留着命，才能去实现梦想，不是吗？5月18号早上，当我们把他救援到8000米的营地后，我瘫倒在帐篷里休息。帐篷里的摄影师
在得知我又一次没有登顶后，抓起了手里的头盔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到风小了，但是持续的攀登和不能登顶的绝望心情，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。我问摄影师，我说：“你听听，风是不是小了？”他也愣了一下，于是我们两个钻出帐篷看了一眼，两个人同时抱起各自的装备冲了出去。珠峰突然给了我一个可以开伞的天气，我在8000米起飞，经过24分钟的飞行，安全地降落在珠峰大本营的预定区域。降落后，我转头看向珠峰的时候，山上早已是狂风大作。我觉得珠峰是在考验我。前面998是一难，原来救人才是最后一难。如果那天我没有救他，也许我可以登顶，但我可能飞不了伞。最后不只是我安全地飞了下来，我的2个摄影师和3个夏尔巴兄弟，他们在下撤途中被卷进了冰裂缝里。最后5个人奇迹般的都活了下来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跟珠峰的山缘。我很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飞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去登一座山，但每个人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，一座象征着梦想和追求的山。它激励着我们不断向上，不断超越自我。只要我们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，终有一天，我们都可以登顶自己心中的那座大山。我是木子。期待与你顶峰相见，谢谢大家。